你这是要赶我走？对，我就是要赶你走。我就不，我不但就不走，我还要在这儿睡下来。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，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。 还想用这招？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嗯，殿下醒了。昨晚，我们……殿下不用放在心上。些许小事而已。小事。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。其实，殿下真不必介意。反正等我一旦有孕，我就会把你杀了，让我儿子继位，这样我就是太后了。怎么，殿下又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？但你也没吃亏啊。殿下，殿下，来了啊！一早传召，不知有何事？哦，那穆仙鹤的事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他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行踪，只是这个人呢，疏懒张狂，无论什么达官贵人，或者是一掷千金，他都不为所动的。看来这位穆仙鹤。 想要打动他，绝非易事。小姐，小姐，
哎，小姐，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？哦，我想着你说接受的事情有些眉目，那今天正好可以去追查。哦，是有一个接受人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，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京，据说是接受首领乌洛的亲信之人，但是这个消息也不确定是真是假。 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。嗯，真的吗？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这么早起，是自己梳妆呢。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，看得真真的。她虽然用脂粉遮掩，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。唉，留香殿的顾良娣只怕是要气死了。眼见他是先进的东宫，谁知太子殿下连眼角都不曾瞥他一下。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，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，那能一样吗？那宫人还说，顾良娣乃是陛下赐婚的，太子妃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，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1天，跪得都吐血了，才苦苦求取来的。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，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，那能一样吗？小姐，您就别绣了，这幅绣屏就算绣好了，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。他那么霸道的一个人，偏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他。住嘴！是，小良娣，只是良娣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，否则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。我叫你住嘴，听到没有？少爷爷来消息催良娣，希望良娣尽快。哼，蟹酿成，这种稀奇古怪吃蟹的方法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我哪懂这些呀！你不是说这穆仙鹤是个爱吃之人吗？我就想起来，宣太子也是个爱吃之人。于是我就问了问东宫厨房里面的人，就知道了一些外头不知道的玩意儿。小姐，那个扮成行商的，今日就在这儿喝酒。二位吃的可好？以后常来呀。 好，哎，二位，里边请。不了，楼上要个雅间。啊，好，那楼上请。啊。蟹酿成。哎，穆先生。 这蟹酿成好香啊！哎，二位，在下闻香而来，不知可否让我尝上那么一口？就一口。穆先生，这是客人。无妨。这位是穆先生是吧？哎，相逢即是有缘，那这蟹酿成就让你一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极品呐！你说这东西是谁想出来的啊？把新鲜的蟹肉酿入城中，再撒上橙鸡，以解蟹之腥，这是极品呐！你们二位应该姓裴吧？不对，姓李。也不对。 你们姓顾，先生为何如此猜测？能想出这种吃法的人啊，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。所以开始我猜你们姓裴，但一想，这裴家一群武夫应该不怎么懂得吃，所以我猜你们姓李。但这转念又一想，这李家人死的也差不多了，而且新皇也没听说他老人家有多么爱吃。
所以啊，你们八成姓顾。家中有叔父深爱美食，所以便有这种做戏的法子。那你这位叔父一定养了几个好厨子，对不对？唉，可惜叔父早逝，家里的厨子辞去了失之有罢。的确可惜了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还有几个？剩下不过3、4个，不过有3位特别出色，有一位擅长做鱼，一位善于制汤，另一位善于制作肉脯。唉，这要是能到你府上赴宴，这神仙也能做的。那个行商是不是接硕人？嗯，那是乌洛的堂弟，叫乌延。乌洛对这个人很信任，我在瀛州的时候见过他，别人不认识，我认识的。那他偷偷潜入西长京，想要做什么？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好吃好吃，这厨子手艺真不错。那多谢2位款待，在下就告辞了。再会。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别急，他这种人桀骜不驯，软硬不吃，必须得想法子引起他的注意，并且还得隐而不发，这样才能打动他。放长线，钓大鱼，可不就是吗？生怕惊到他跑了，回头上哪儿找去？查博士，客人有什么吩咐？今天这鲈鱼不错，帮我留一条活的，我要带走，不用你们钱。客人果然好眼光，这南边来的活鲈鱼啊，说句大话，在整个西长京，除了我们丰盈楼，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，只怕也是没处去找寻。我这就去办。我记得你是不爱吃鱼的。某些人爱吃啊，我又不像某些人，自己吃得好，却从来不想着别人。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饱了，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。就是。两位客人，适才两位说要加一条鲈鱼带走，回家做鱼块。不用你们切啊，我们自己带回去切。对。可初夏呢，只有1条鲈鱼了，而另一位客人呢也十分想要，就问能不能多出1倍的价钱，请将这条鱼让给他。不行，这条鱼是我先点的，得归我。什么？加钱也不行吗？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，不肯相让。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一趟，我同他们说。哎，好。两位客人，这位想要鲈鱼的客人真的十分诚心，前来亲自相求。两位客人，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，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，我愿意代付2位酒宴的账，并再送上一笔银钱。家中娇妻深爱此物，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，只怕回家要跪算盘。我有那么馋吗？跪算盘？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？梁弟，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梁弟送来的。夫人。
夫人说，请梁帝放心，这药是最好的，事后也验不出来，不至于留下任何把柄。不行，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，若是这样做，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。夫人说，梁帝不必瞻前顾后，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。说是梁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，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多力气。能不能令未来天子称一声阿翁，全看梁帝了。此举不异于自毁长城，我说不可就是不可。是。这可真是人间好滋味啊！你说你叔父家厨子只擅做肉脯，我看这话过谦了。这肉脯难道不难？难的是五味调和，这可是绝世之才啊！世间难得是知音，我是个俗人，也不懂这些。既然穆先生说好，那自然是好。你倒不是俗人。你是个行武之人，而且你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。先生由何得知？你左手虎口，右手拇指、食指都有茧，说明你常年持弓，善于骑射。你虽然身着便装，也没有佩剑，但你的坐姿随时保持着可以拔剑的姿态，说明你十分警醒，是个行武之人。那又为何说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呢？你们二人虽然隐匿身份，但上次的谢酿成和这次的肉脯，都绝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出此菜肴。你再看他，虽然他每次都坐在你的下手，且说话行事之前必先得到你的示意，但他这通身的气派已经是一位世家子弟了，而你，明显地位比他更高，所以难道你不是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吗？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甚至是外面听都没听说过、见都没见到过的？是又如何？我就知道事出反常，不然你又何必到我面前来炫耀呢？先生是个机敏之人，目光如炬。不过我确实没什么恶意，若先生不肯，便带上肉脯离去，我绝无二话。行，你说说吧，找我办什么事儿？我若办不到的话，再走也不迟。听闻先生擅长做戏法，如同神仙一般，能够幻化万千景象，所以我想请先生变一场戏法罢了。没想到你也是个贪求神仙之术的人。实不相瞒，这个世上没神仙。我变戏法养上的不过是世人的贪念所使的障眼法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枉有富贵，还是好自为之吧。是也，非也，立而忘之。帝思李夫人，乃至于会有招还之举。而我等是为了一位长辈的心病，所以才想一求穆先生。所以你要我变戏法给谁看？一位长辈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姓什么？崔。这崔老头是做什么的？领兵打仗的大将军。是平凉大将军崔乙吗？是。那我若帮了你，你家的厨子立刻去先生府上，每日一道新菜，做足3年。好，那一言为定。这崔乙是条响当当的汉子，变戏法给他治心病，我愿意。不过呢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先生，请问，你是不是姓李啊？
姓李又如何？不姓李又如何呢？也对，那我就当你也姓裴吧。你怎么啦？我总觉得十七郎有事瞒着我。你忘了上回你是怎么安慰我的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他俩之间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过问太多啊。可是他现在去哪儿都不带着我，有时跟小裴将军出去都匆匆忙忙的。那你是觉得殿下不带你出去，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不相信你吗？不会的，他绝对不会不相信我的。那不就得了吗？也是，反正我也有事情瞒着他。你有什么事情瞒着他？这是什么？那，这个呢是西市的一间铺子，地方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，也叫了牙子去长眼。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是位置特别好，来往人特别多，特别适合做生意。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开一家店铺吗？我就给买了下来。这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把你所有的银钱都给了我吗？你哪来的银钱买这铺子啊？十七郎大婚给我们发了不少如意金钱，我就用它买这个铺子了。你怎么不声不响，干了这么大一件事情？桃子，你看，太子和太子妃都已经大婚了，你啥时候嫁给我？这个事儿嘛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那你要想多久嘛？想多久这件事儿，我也得好好想想。你就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我都说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哎，桃子，桃子，你到底要想多久嘛？桃子，你就不能现在回答我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哎，桃子。这杯酒敬殿下。这酒烈得很，你不要再饮了。是。殿下尝尝这羊肉糕，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，制法和外面不同，您尝尝味道。那你怎么跟耳朵说的呀？我就跟他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我想这个事儿，你得想多久？我说那这个事儿我也得想想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在想，那不得给耳朵急的抓耳挠腮的。那倒也没有。不过他这几天看起来是有些着急，好像总想问我想好了没有，又不好意思问，憋回去了。那你说说看吧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仔细想想，不是很正常？是，特别正常，一定要仔细的想好了啊。边吃边想，让他着急是对的。
我以后不再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放开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秋翠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你在门口探听什么？梁帝，都是夫人逼我的。我告诉夫人，梁帝说了不可以用药，夫人却说您是胆小，叫我一定要把药涂在太子殿下的酒杯上。要是我不听，就要放慢我全家人。愚蠢至极，愚蠢至极！你们这帮蠢货，你们真是害得我连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。如今我是一败涂地，一败涂地。殿下做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罚你。干什么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如今可谓是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眼下，太子是绝无可能再来我这留香殿了。唉，夫人真是糊涂啊。不过你迟迟抓不住他的心，总不是办法。事已至此，我已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。父亲，你可还有什么妙计，可以力挽狂澜吗？为今之计，只有釜底抽薪了。父亲的意思是？太子妃锋芒太盛，可惜这世上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万一天年不测，他突然间死了，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时，也是无力回天呐。很好，只要这件事和我们顾家无关，那就快些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。
啊，阿敏，阿敏，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。这是梦吗？这不是梦。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心里怪我吗？怪我没来得及回来救你。你不怪我，可是我心里头，我一直怪我自己。阿敏，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为什么能让我看到我娘子？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英呢？大将军，您的病好了，您能认出我们吗？太子殿下一直想办法，想给您治病。阿爹，阿爹，您怎么样了？阿英，你瘦了，也憔悴了。这些时日，让你担心阿爹了。大小姐，刚刚太医才来看过了，说吐出了胸口的淤血。大将军神志清明，慢慢调养就无大碍了。知道了。我只觉得这心里有块大石头被挪走了，可是吓坏你了。这段时间可真是担心死了。阿爹没事了，真的。这些日子就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。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。但是阿爹，您的头发全都白了。
傻话，阿爹老了，头发自然会白。阿爹都是要做阿翁的人了，头发怎么会不白呢？你舒服点没有？好多了。好了就好。事先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法子，太医说会很冒险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其实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要有个万一，我该如何面对你？但是后来我想，崔大将军是个用兵极勇之人，若他知晓，定然肯冒这样的险。于是，我便让穆仙鹤变了一场戏法，果然，这一击便将他体内的淤血激了出来，人也就变清醒了。17郎，谢谢你。我辛苦这么久，你只说一句谢谢吗？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现在还想不出来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就想出来了。你说的，这次一定要好好谢我。对了，我有个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柳成风之死，我觉得很古怪。毕竟他跟接硕勾结之事并未终结。接硕的首领乌洛的堂弟乌延，前段时间扮成商人混进了西长京，我已经派人跟了一段时间，但这个乌延实在是狡猾，一不小心就跟丢了。我觉得此人定是图谋不轨，不安好心。接硕八成是想浑水摸鱼，这么明目张胆地混进来，或许京中有人介意。我让长安、万年2个县的捕快清查一下文牒，看能不能打草惊蛇，让他们露出马脚。之前你遣人来接头，说你不想通过柳成风在中间递话，所以你是亲自来见我了。柳成风之前答应你们的事，都是我替他办的。但柳成风这个人，他怀有私心，若任他从中取利的话，会影响你们接硕的大事。所以我今天亲自来了，以显诚意。你身为中原的大官，如今竟然愿意亲自来见我，你是想让我们接硕替你办什么吗？只不过是一件小事，希望接硕能够帮我料理。倘若接硕能够帮了我这个忙，那么你们所想要的领地、盐、铁、米粮，我都会暗中给你们办好。什么事？杀了太子妃崔丽，她是崔乙的女儿，相信你们接硕一定会很乐意吧？你是当朝首辅，杀了太子妃，你不惧怕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乌延大人不会失手吧？
自然不会失手，不过就是杀一个女人。这回我带的手下里还有2个绝顶高手，虽然那崔氏是太子妃，但只要经过我精心安排，杀她不是件难事。好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我与阶硕便是盟友了。阶硕所求，我一定会尽力；但我的所求，也希望阶硕能够尽力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如此？世人眼中，首辅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，但前任首辅又如何呢？办完了治水征西2件大事之后，累出一身病来暂且不说，还闹得君臣不和，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家族子孙都发回原籍去种田。唉，当今天子是个糊涂的君王，昏懦无能且没有主见。我虽为相，且女儿在东宫做良帝，可是我们顾氏合族的荣宠前途，总不能寄托在这样糊涂的君主身上。除了杀太子妃这件小事，你还要我们做什么？自然是我于朝中与你们相商配合。如果朝中有事的时候，我会暗中通知你们，让你们在边境出兵滋扰。如果朝廷派出的将领是我的人，那么你们就诈败，让他立下战功。如果朝中派去的不是我的人，我自然会暗中想办法，让你们击败他。好，你这方法特别好。只要这仗打几年下来，那些军中立功升官的将领，就全都是你的心腹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想要暗中掌握兵权，自然要想些别的办法。你这个人胆子不小，野心也不小，但是我喜欢你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帮助我们接硕，我们接硕自然也会全力帮助你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柳承风这个人暗中恋慕崔琳，你们杀太子妃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防柳承风从中作梗啊。这些时，忽然西长京中加紧集合文牒之事，风声很紧，难以存身。为此，柳承风向我献计，要劫掳太子妃。他想劫了太子妃，与太子妃远走高飞。如此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不妨将计就计，将那崔琳揭露出来杀了。自从返回中原啊，我这心里从未如此畅快过。如此，尽可以利用乌洛，只要带走阿莹，我便可和她远走高飞，往后就远离这一切纷扰。靖公子，达成所愿，顺心如意。阿树，你改作跟我姓柳吧。你原本是孤儿，无名无姓，所以当时唤你为阿树。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没有父母，也是孤儿。你若是跟我改作姓柳的话，那我便也有了亲人。谢公子赐姓。柳树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快吃。好，多吃点。
我想请岳父大人到青云观去住，那里十分清静，又有亲兵护卫。而且，玄泽也住在那里，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，还可以教玄泽。有个小孩承欢膝下，也会少思少虑，颐养心性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阿爹教我习武的时候，最是高兴了。好了，殿下可以去上朝了。我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交给你。什么要紧事啊？我们那后殿那个浴桶太小了，换个大一点的吧。好了，该去上朝了。不上吗？那什么，那个结硕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派兵来骚扰瀛州啊？之前不是说好了，以桑河为界的吗？陛下，自打解散崔家军之后，或许结硕以为有机可乘，故又来犯我瀛州。那就派太子去，他不是喜欢打仗吗？但是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打他们一顿，让他们记住教训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不宜带兵犯险，还是由微臣带领镇西军前往吧。行，那就你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臣以为裴大将军已有春秋，不如让裴元也一同前往，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顾相说的有理呀，这当父亲的年纪大了，可不得儿子照应一下吗？说不得，说不得，现在全身的骨头都疼。这余下的公事，就着太子看着办理吧。是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都不知道，这裴大将军要出征，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。还有，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几日没有去朝中吗？我那父皇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。如今3省6部的文书都已经堆积成山了，我忙到这个时辰，也才处理9牛1毛。那你用了晚膳没有？我想吃涮肉，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。还有啊，人家桃子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，都会叫耳朵一起，你从来都不叫我一起吃。这有何难？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。哎，都已经3更天了，这么晚了，别吃了，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。不，还是要先吃涮肉。不，先睡觉。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？我听过您好多故事，雪夜为结硕，大战浸水泉。那是谁讲给你听的？是韩将军，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讲故事。崔大将军，您的刀法天下闻名，韩将军教过我一些剑法，我能跟您学刀吗？自然可以啊，来，你看好了。
再来。到了青云观，阿爹的精神果然好了很多。崔大将军可以将你教得很好，那么一样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。哦，原来你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盘。这怎么能是如意算盘呢？崔大将军有玄泽承欢膝下，玄泽又很仰慕崔大将军，可以跟他学习很多很多东西，这难道不叫两全其美吗？是，殿下说的都对。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，你都好久没有叫我17郎了。明明昨晚刚叫过。那不算啊，那是你输了，我的彩头。哎，阿爷，我在想，咱们要不要先生2个娃，一个叫阿芷，一个叫阿道，剩下的慢慢再生。谁说我要跟你生娃了？之前你自己说的要生4个啊，不能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？你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哦，又会算盘的。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。我可没说。哎，我不管啊，就4个。不行，我没答应过。那就6个、8个、10个。这丰银楼的制肉啊，真是百试不厌。昨天你派去我府上那个厨子，给我做了道新菜，叫烤鹿舌，我吃起来啊，觉得太咸了。但今天一吃这制肉啊，就觉得不相上下。穆先生为了家父的病，十分费心。这杯酒，是我们敬您的。哎，客气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这瀛州有一种大黄鱼，出自极冷之海，而且每年到了春夏时刻速降而上。这黄鱼鱼子十分美味，哎，可这么多年啊，我还从来没吃过。你既然姓崔，不如你替我弄些黄鱼子吃吃吧。必当尽力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帮我弄黄鱼鱼子吃，我再送2位一个戏法，如何？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！我一直问阿爹，他到底看到穆先生什么样的戏法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跟我说。世人都说穆先生变戏法犹如神仙，那今天总算能大开眼界了。你是不是喜欢萤火虫？先生怎么知道？我就用这小小的把戏，祝贺2位新婚之喜吧。多谢穆先生。2位，今日吃的可好啊？特别满意。谢过客人。哎，今日南边来了很好的活鲈鱼，客人要带一条回家做鱼块吗？好，
那就带一条。客人上次花费重金才买得一条鱼，今日又给了我们若多赏钱。我们掌柜说呀，今日这条鱼是柜上送给客人的。客人上次说家中并无算盘，我们掌柜说呀，这把算盘也是送给客人您的。哦，谢谢了。帮我告诉你们家掌柜，他可真是太会做生意了，不愧是西长京第1酒楼，注定生意兴隆。谢谢客人。客人，您的鱼。谢谢。给你算盘你就真要啊？咱们家确实没有算盘嘛。再说了，人家特意送的，不收的话岂不是失礼啊？那你打算拿着算盘做什么呀？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当然是以备不时之需啊。你怎么会有不时之需啊？我当然没有不时之需了，我是怕你有不时之需。你这么狠心吗？这可是算盘。有人说了，他的娇妻动辄就让他跪算盘，与其枉担了这个虚名，还不如名副其实。我说笑的。小姐，啊，小姐，桃子，小姐，有件事，我想我必须得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咱们崔家军现在已经陆续裁撤完毕，留在瀛州等待裁撤的不过数百人而已。皆说犯境，朝中竟命裴大将军带着镇西军的人前往瀛州，并严苛县令，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即刻卸甲至贝州修筑水渠。据说这贝州官吏十分严酷，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如同犯人一般，不仅克扣饮食，动辄还棍棒相加。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于是公推了一名谭副将，从贝州一路逃到了西长京，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或是小姐。这件事情不要让父亲知道。是。这个谭副将现在身在何处？他是逃出来的，身上还有伤。到了西长京以后，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。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，他认得我，跟了我好长一段路，见我身旁无人，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。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，只是跟从前比，实在是消瘦憔悴了不少。想必这一路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。他没有文牒，也不敢住店，说是这几日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谋生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殿下？不，这件事情事关撤财的崔家军，不要告诉殿下，免得他为难。这样吧，你约一下这位谭副将，去丰盈楼，然后咱们2个人假装去吃酒，先见一见他，然后问清楚贝州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。哼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天才吃上涮肉。殿下每天回来我都说可以吃，是你自己非说太晚了不能吃。确实太晚了嘛，哪有3更半夜吃涮肉的呀？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值得纪念。画册呢？快把画册拿出来，把咱们吃涮肉这一幕画下来。不画。那我自己找。那就是不在这边了，那应该在那个方向。不准拿！哎呀！哦，我就知道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。怪不得你不肯让我看，你怎么能乱画呢？我分明就没有跪过算盘，你这么画，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，那我岂不要被笑死？你现在没有跪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跪啊！我这叫未雨绸缪，
啊不，未卜先知。你这叫颠倒黑白，不行，这也得撕了。不是，不能撕，我就撕，不能撕，我好不容易画的，就撕，给我。殿下，都已经卯时3刻了，难道殿下从前在军中也是要睡到日上3竿的吗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快起来了，不要让朝臣们等着。来，起。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，真的感觉度日如年。你呢？见不到我，是不是也度日如年？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，所以白天也没有很难熬。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很难熬啊。好了，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，回来就能见到我了。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？我打算跟桃子去丰益楼吃酒。别去丰盈楼了，上次送鱼就算了，还送蒜吗？真是罪大恶极。好了，赶紧起来更衣了。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务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见到我了。